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二哥啊。那个，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谢谢大家，2楼观众注意安全。当我接到这个导演的电话啊，让我上来录节目的那一刹那，我非常的激动。你知道我是第一次录节目啊，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节目办得很正规。无论是逃生通道的设置，还是灭火器的数量啊，都很合理。你知道，我一直是在做兼职消防员啊，不是兼职脱口秀演员。大家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很多人建议我做全职啊，说我本职工作很危险啊。其实我感觉脱口秀它也安全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本职工作啊，这个待遇非常的好啊。我们备装都是统一配发，内衣、内裤、袜子都是统一配发，营区环境也很优雅。每当我吃完晚饭，都会来到3楼我们那个阳台，伴着夕阳会让我陷入沉思。我就在想，哎，哪条内裤是我的？这我问毛豆。曾经身为海军的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烦恼？他说我那裤衩都能当帆。我跟毛豆都来自大连，其实我跟毛豆一样，一开始我爸也让我当海军，我当时不想当兵，我怕吃苦，我当时就想用烟头烫我自己，威胁我爸。你知道我爸看见以后特别懊恼，儿啊。何必呀？爸爸不了解你啊！你小这么不怕烫，你去消防吧。你知道我来到消防队啊，就不得不提我的好战友啊，和尚。啊，为什么叫他和尚？就是比秃子叫起来好听。啊，和尚这个人他很惨，你知道我们消防员工作容错率很低，你犯一点错误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啊。和尚就因为戳穿了别人的训练鞋而感染了脚气。我递给了他一管脚气膏，他说：“好兄弟就应该有福同享。”他也不想想我怎么会有脚气膏。可以鼓掌。你知道我们管理员就熄灯以后不让玩手机。有一天熄灯以后，和尚手机震动突然响，我队长进来查寝，他刚想接，这小脑子活，歘嘴沙发底个滋滋滋。我队长笑了，说：“你把我当傻子呢？”和尚也笑了，可能是队长说对了。手机被没收了，和尚闷闷不乐来找我，说：“老二你不讲究啊，队长来了你不会通知我吗？”我说：“我不讲究，我没打电话通知你吗？”你知道和尚是我队的开心果啊，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工作当中啊，都给我们带来快乐啊。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大的厂房起火，大火都被浇灭以后啊，我们2条枪相对进攻，扑救一些残火。我跟和尚1条枪，我给他拔水袋，我俩就这么样往前进攻。这个时候和尚可能是因为紧张，帽子突然掉了，然后他顶着他的大光头，他这样去捡。你知道消防员在火场里对光是很敏感，对面那个水枪手很有经验，一枪就把和尚干倒在地。和尚是个纯爷们儿，在哪跌倒他又在哪站了起来，他还去捡。这个举动彻底把对面枪手激怒了，明显加了点压。和尚双脚都离地了，站起来就骂：“还有你有完没完？都自己人！”你知道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都自己人趴地上说的。这时候对面水枪手拿电台喊我说：“老二你行不行？你妈有火光，你们能不能灭？”我说：“这是佛光。”你等他把帽子戴上就灭了。那天我们工作一直持续到天亮，走出那间厂房，
后面那个射手，后面那个水枪手啊，在喊我，后边哪射手？说和尚来，对不起，你们看，他用水枪给我俩打出了一道彩虹。我说哇，好浪漫。还有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我做很多年消防员，平时身边我家人经常问我说：“你做这么多年消防员，你给我们讲一讲你曾经遇到过最危险啊、最让你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一般我都会给他们娓娓道来啊。我深深的记得，那是阴历7月15的一个晚上，啊，就鬼节，我们接到报警说一个大爷在上坟的时候走丢了。接到这个报警，我们迅速来到了走失大爷这个山脚下。我们队长不一般，制定了非常详细而且周密的计划，说话非常有气势、有魄力啊！同志们，听我指挥，兵分3路，就2条路。人员分工，和尚老二，你俩中路，中路根本没有路啊，中路不好推啊。和尚在前，我在后，我俩跋山涉水，给我溜个呛。突然来了个坟头，和尚就开始手舞足蹈，你看没有？我以为是不是遇见法师了？但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必须保持沉着冷静。我当时都不敢动，我好像被控住了啊！啊，你快点过来帮帮我！大蜘蛛挤进我身上里了啊！我说你不是和尚，你纯腰撑。你知道，讲到消防啊，我一直觉得防要比消更重要啊。现在有很多人他没有防这个意识，也没有逃生这个意识。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沉迷于网络，他喜欢玩游戏。他一开始啊，有的时候他感觉火着的不是特别大啊，他一看没有事儿，我玩完这把排位我再走。你走慢了，你只有排位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讲完啊，我说逃生的时候防烟很重要啊。我们成年人你猛吸3到4口就很危险。一个大爷噌敢站起来，我抽30-40年烟，我还差你这3口4口。我说大爷你要相信消防员。大爷一听来劲了，我最不相信消防员。有回上坟我走丢了，消防员就没有找到。后来我自己回来的，回来的时候给我吓完了，我看见和尚在坟头做法。谢谢大家。不知道。哇！各位，来为二哥的表演投票。再次掌声送给二哥。二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1轮的比赛结束到现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因为同样是讲消防员的题材啊，2回了。上一次我也特别喜欢，但我记得我好像是没拍灯，对吧？没拍，我也记住了。对，他记住了。但希望说这些能让你感觉好一点，我回去睡得也不是很好。哎呦喂，对，然后今天你就整个表现非常精彩，我就拍的毫无心理负担，然后特别高兴。还有就是咱们一般会说脱口秀演员说那个包袱抖得脆不脆？他是没有包袱也很脆，他就从头脆到尾，就他这个气质我太喜欢了。谢老师，太可爱了啊！我想问一个最脆的啊，全场第一个爆笑的最脆的那个点，那个是嘴瓢了，而不是设计的，对吧？你知道我一直是在做兼职消防员啊，不是兼职脱口秀演员。对嘴瓢了，上海观众对消防员很包容，真的，谢谢。这叫吃螺丝哈，他的粉丝叫螺蛳粉啊。然后那个哇，好棒！哎，我觉得他有二人转那个感觉，因为好多年没看这种。就特别亲切，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义正言辞的说一个感觉特别严肃的事儿，对，他突然跟你说一脚气，对吧？然后就是那个东西一下就能反转出来，真的太好玩了。其实我就想放松的把我们消防员这些故事给大家讲出来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提到我们消防员，他都会有，这就会看一些比较视频上一些惨烈的视频呢，以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还有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也会嬉笑打闹啊。其实我来上台讲，就想让大家看看一个真实的消防员啊，可能很多年轻人也会要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啊，就是这样。我觉得他用了一招特别显得齐，就是中间讲那个去找大爷，然后听着没了。我说大爷呢？其实我中间等那个大爷，我有分了一会儿神儿，
但他很快就回来了。我就大爷觉得回来了啊对，大爷回来了。大爷去哪儿啊？哦，我觉得二哥这次表现比上一次，我觉得要惊艳很多，这次非常棒。确实是有特别大的改观。上次让大家了解了这个职业的一些周边，而这次开始让我们了解到了作为消防员这个职业人的快乐和他们的战友之间的这种生活。对，你和毛豆是一个俱乐部吧？对啊，毛豆，今天二哥的表现如何？二哥这个稿真的非常难。二哥他现在他真的现在还在消防队干活，而且消防队最近有任务，他这个就挤出了很短时间来弄这篇稿。今天呢算是非常好了，对。来，谢谢我们俱乐部队友的鼓励。作为职业人，尤其是还要工作，再加上消防员，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业，所以在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出了这么精彩的文本，然后有这么精彩的现场的舞台表现，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哥。好嘞。